他了，開睡。2026年2月28日上午，德黑蘭市中心的天空被防空警報与導彈呼嘯聲徹底撕裂。美以聯合發動代號為“獅吼行動”的軍事打擊，數分鐘內數十枚精確制導炸彈砸向伊朗最高領袖辦公區、革命衛隊總部等核心軍政目標。數小時內，全球目光死死鎖定這裡。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高調宣稱，行動取得空前成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暗示，伊朗的邪惡核心已被清除。伊朗官方先是發布哈梅內伊正沉着指揮反擊的消息穩控局勢，卻在3月1日凌晨，通過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發布了震動全球的訃告：伊朗最高領袖赛義德·阿里·哈梅內伊在美以空襲中於工作崗位殉職，享年87歲。一同遇難的還有伊朗國防委員會秘書沙姆哈尼、革命衛隊總司令帕克普爾等数十名軍政高層。伊朗政府隨即宣布全國哀悼40天，公共機構停擺7天。德黑蘭各大清真寺升起象徵復仇的黑色血旗。消息一出，中東瞬間進入地震時刻。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裝、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伊朗盟友接连發布復仇聲明。48小時內，中東27個美軍基地遭多輪導彈與無人機襲擊，波斯灣航道再度陷入癱瘓。很多人都在問，這個被美以視作中東最大眼中釘的男人，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從霍梅尼身邊不起眼的追隨者，到執掌伊朗政教大權37年的中東強人，他如何把兩伊戰爭後瀕臨崩潰的伊朗打造成敢與美國正面硬剛、足以左右中東格局的地區霸主？他一手推動的伊朗核計劃，搭建的抵抗之湖，如何徹底改寫了中東地緣版圖？他的突然離世，又為何會成為中東格局重構的關鍵轉折點？今天，我們用完整時間線復盤這位中東傳奇人物的一生，拆解他執掌伊朗37年的權力遊戲與戰略布局，看懂伊朗與美以半個世紀的生死對抗，以及他的離世將給中東帶來怎樣的滔天風暴。1939年，哈梅內伊出生在伊朗聖城馬什哈德的宗教家庭，一家8口擠在不到40平的房子裡，家境清貧。4歲他就進宗教學校學古蘭經，天賦拉滿，除波斯語、阿拉伯語外，還精通阿塞拜疆語。這門本事後來成了他團結人心的關鍵籌碼。18歲那年，哈梅內伊做了個改變一生的決定，前往什葉派聖城庫姆的神學院深造，拜入伊朗伊斯蘭革命締造者霍梅尼的門下。彼時的伊朗正處於巴列維王朝統治下，國王穆罕默德·里薩巴列維深度依附美國，社會矛盾早已暗流湧動。1963年，巴列維正式推行親西方的現代化改革白色革命，一面強行推進世俗化，剝奪什葉派教士的土地與司法權，一面持續向美國讓渡國家利益。伊朗陷入上層西化、底層保守的深刻撕裂，民怨沸騰。霍梅尼是巴列維最堅定的反对者，公開抨擊國王是美國的傀儡。1964年，因痛批美伊不平等協定，被流放海外。而年輕的哈梅內伊成了霍梅尼在伊朗國內的核心傳聲筒之一，秘密擴散他的演講內容，組織反政府集會，被秘密警察薩瓦克列為重點抓捕對象。1963到1978年的15年間，他6次被捕，累計坐牢超6年，3年被單獨關押，屢遭嚴刑拷打，甚至差點被處決。但磨難沒打垮他，反而讓他攢下了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在伊朗基層教士和反政府群體中聲望拉滿。1978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席捲全國，霍梅尼是革命的精神領袖。
哈梅內伊是國內核心組織者之一。1979年，巴列維倉皇出逃，延續2500餘年的伊朗君主制徹底終結。同年，霍梅尼結束15年流亡歸國，革命大獲全勝。40歲的哈梅內伊從地下鬥士變身新生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手握多個核心職務，一腳踩進伊朗權力中心。但真正讓他從一眾革命元老裡殺出來的，是2場九死一生的考驗，一場差點要了他命的暗殺，一場打了整整8年的2伊戰爭。伊斯蘭革命勝利後，伊朗內外交困，對內需整合勢力，清除巴列維殘餘；對外因1979年人質危機與美國反目。1980年9月，薩達姆在美蘇等國暗中支持下發動2伊戰爭，伊朗瀕臨亡國。戰爭初期，伊朗軍隊指揮混亂，遭美武器禁運，節節敗退。哈梅內伊主動奔赴前線協調作戰，深入一線與士兵同甘共苦。1981年6月，他演講時遭反政府組織炸彈襲擊，右臂永久癱瘓，卻因傷殘鬥士形象收穫極高聲望。同年，伊朗接連發生高官遇襲事件，政權陷入危機。霍梅尼提名哈梅內伊參選總統。1981年10月，42歲的他當選伊朗第3任總統，成為該國最年輕總統。2伊戰爭陷入拉鋸戰，伊朗傷亡慘重，經濟瀕臨崩潰。哈梅內利派保守派壓力，勸說霍梅尼接受聯合國598號停火決議。1988年戰爭結束，他贏得廣泛支持。按1979年伊朗憲法，最高領袖須為什葉派大阿亞圖拉，而哈梅內伊僅為霍賈特伊斯蘭，無接班資格。1989年，原定接班人蒙塔澤里被解職，霍梅尼病逝後，革命元老拉夫桑贾尼推動修改憲法，刪除任職門檻，提名哈梅內伊接任。1989年8月，哈梅內伊當選伊朗第2任最高領袖，時年50歲。彼時他接手的是戰爭拖垮、派系林立、被美封鎖的爛攤子，西方與宗教界均不看好他，卻最終用37年時間重塑了中東格局。哈梅內伊上位後的頭等大事就是鞏固權力。當時的伊朗務實派握行政權，資深教士不認他的宗教地位，2大勢力都能挑戰他，而他只用8個字就坐穩了位置，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第一步，死死抓住槍桿子。他一上位就洗牌武裝力量，把核心資源全砸向自己能絕對掌控、核心效忠於伊斯蘭政權與最高領袖的革命衛隊，不僅讓衛隊掌控導彈和計劃，還給了他壟斷級的經濟特權。到2010年之後，革命衛隊的商業帝國已經控制了伊朗近40%的進口貿易，軍官們的利益和他的位置徹底綁死。再加上他手握所有高級軍官的任免權，軍隊徹底成了他權力的鐵打基本盤。第二步，鎖死整個政治體系。靠着自己完全掌控的憲法監護委員會，他手握總統、議會、專家會議、核心崗位的參選資格審查權，反對他的人連參選的門都摸不到。再加上由他任命主席的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手握立法分歧的最終裁決權，總統和議會徹底成了他的執行工具。他執政37年，伊朗換了5任總統，不管是改革派還是強硬派，只要敢碰紅線就被摁死，最終決策權從來都只在他手裡。第三步，徹底掌控宗教與意識形態。他扶持親信，打壓意見教士，用10餘年時間，把自己從資歷不足的過渡領袖，變成了被伊朗官方樹立為國內核心的什葉派效仿源泉，徹底坐穩了宗教權威。槍桿子、政治、意識形態，哈梅內伊用10餘年時間，把伊朗的軍政、宗教
立法等核心權力牢牢攥在了自己手裡。而穩住國內之後，他終於要對美以主導的中東格局揮出自己的2記重拳，一個是伊朗核計劃，另一個就是橫跨中東的抵抗之弧。對哈梅內伊來說，伊朗核計劃從來不是造核彈那麼簡單，而是伊朗對抗美以的生存底牌、博弈籌碼，更是稱霸中東的入場券。伊朗核計劃始於巴列維王朝，原本是美國扶持的項目，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徹底停擺。直到2伊戰爭中，伊拉克用化学武器屠殺伊朗人，國際社會卻裝聾作啞，伊朗才下定決心必須掌握自己的核威懾力量。哈梅內伊從始至終都是核計劃的头號推手，他的核戰略核心一句話就能說清：伊朗不一定非要造出核彈，但必須擁有隨時能造出核彈的核门檻能力。為什麼死磕這個核門檻？原因很簡單，第一，有了核門檻，手握核能力的以色列，在中東屯兵的美國就不敢輕易對伊朗發動全面戰爭。第二，這是和美國談判的最大籌碼，用核計劃的讓步換制裁解除，是伊朗最管用的外交武器。第三，一個掌握完整核技術的國家才有資格當中東的話事人。在哈梅內伊執政的37年裡，伊朗的核博弈整整走了4步險棋。第一步，秘密布局，暫避鋒芒。哈梅內伊上台後，偷偷和俄羅斯合作搞核建設，結果2002年被流亡反对派捅了出來，核計劃徹底暴露。恰逢美國打伊拉克，大軍就在伊朗家門口，哈梅內伊只能暫時妥協，暫停鈾濃縮，接受國際核查，避過了戰爭風險。第二步，強硬重啟，硬扛制裁。2005年內賈德上台，在哈梅內伊的支持下，直接重啟鈾濃縮，趁着美軍陷在伊拉克的窗口期，一路把濃縮鈾豐度幹到了20%，完成了武器級鈾90%的工作量，真正摸到了核门檻。哪怕被联合國全面制裁，經濟瀕臨崩潰，也半步沒退。第三步，簽協議迎喘息，美國卻翻臉不認賬。2015年，伊朗和6國簽了伊核協議，用限制核計劃換來了制裁解除，經濟剛回暖。2018年，特朗普就直接撕毀協議，重啟極限施壓。哈梅內伊也不慣着，直接一步步突破協議限制，重啟高豐度鈾濃縮。第四步，逼近武器級，徹底撕破臉。2020年，美軍炸死了哈梅內伊最信任的左膀右臂蘇萊曼尼，美伊徹底走到戰爭邊緣。哈梅內伊直接下令加速核計劃，短短1年多就把鈾濃縮豐度衝到了60%，離武器級的90%只剩一步之遙。2025年，美以空襲伊朗核設施，衝突全面升級。2026年，哈梅內伊在美以空襲中遇襲身亡，他用37年時間給伊朗鋪就的核之路也徹底陷入了未知。如果說核計劃是伊朗的防禦盾牌，那麼哈梅內伊一手打造的抵抗之弧，便是伊朗撬動中東格局的地緣尖刀，也是他對抗美以、重塑地區秩序最核心的戰略布局。所謂抵抗之弧，是哈梅內伊以伊朗為核心，在中東扶持、團結所有反美反以的什葉派政治與武裝力量，輔以跨教派合作盟友，形成的從波斯灣延伸到地中海的戰略聯盟。核心組成從東到西包括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派系、敘利亞巴沙爾政權、黎巴嫩真主黨以及巴勒斯坦傑哈德、哈馬斯等跨教派反以武装，最終形成了对以色列的多線合圍態勢。哈梅內伊打造這一體系的核心目標非常明確：第一，打破美國在中東的單邊霸權體系，通過代理人力量消耗美國實力，推動美國勢力從中東收縮；
第二，扭轉以色列在中東的軍事優勢，在以色列周邊打造反以武裝網絡，使其陷入多線受敵的戰略被動。第三，讓伊朗成為什葉派世界的核心領導者，將國家影響力從波斯灣擴散到地中海、紅海，成為具備區域主導權的中東強國。這一戰略的雛形源自霍梅尼時期，但當時伊朗深陷兩伊戰爭，無力大規模扶持海外力量。哈梅內伊上台後，用30餘年時間，將這個雛形打造成了足以撼動中東格局的龐大戰略網絡。抵抗之湖的第一個核心支點是黎巴嫩真主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當地什葉派民眾遭受巨大苦難。伊朗在霍梅尼的決策下，派出革命衛隊軍官赴黎巴嫩協助組建真主黨。時任總統的哈梅內伊是核心執行者之一。成為最高領袖後，他每年向真主黨提供數億美元資金、大量武器裝備與軍事培訓，讓真主黨從幾百人的小武裝成長為戰鬥力遠超黎巴嫩正規軍的地區軍事力量。2000年，真主黨通過長期游擊戰迫使以色列撤出佔領18年的黎巴嫩南部，創造了非國家武裝首次通過持續軍事行動迫使以色列撤出佔領領土的先例。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戰爭，真主黨面對以色列國防軍，向以色列境內發射4000多枚火箭彈，向全世界展現了其成熟的打擊能力。伊朗也通過真主党，第一次在以色列家門口擁有了穩固的強力盟友，在地中海東岸扎下了戰略根基。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是抵抗之湖全面擴張的最大歷史機遇。美國推翻了薩達姆的遜尼派政權，伊拉克陷入權力真空，而占伊拉克人口60%的什葉派長期被薩達姆打壓，與伊朗有着天然的教派親近感。哈梅內伊抓住這一機遇，派出革命衛隊聖城軍司令蘇萊曼尼全面介入伊拉克局勢，協助伊拉克什葉派組建政黨，參與議會與政府組建，同時扶持多個核心什葉派民兵組織。伊朗為這些民兵提供資金、武器與培訓，使其成為伊拉克境內的核心軍事力量之一。2014年，伊拉克官方發布法令，組建人民動員力量後，這些親伊朗什葉派民兵成為其核心組成派系。到2017年，人民動員力量正規總兵力已超12萬人，成為伊拉克第二大武裝力量。通過這一系列操作，伊朗徹底扭轉了與伊拉克的關係，從兩伊戰爭的死敵變成了核心區域盟友，更打通了從伊朗本土到敘利亞、黎巴嫩的陸路什葉派走廊。伊朗的武器、人員與物資可以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地中海東岸，徹底改變了中東地緣格局。2011年阿拉伯之春引發的敘利亞內戰是抵抗之湖的生死考驗。美國、沙特、以色列等國全力支持敘利亞反政府武裝，試圖推翻伊朗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巴沙爾政權。敘利亞是伊朗連接黎巴嫩真主黨的唯一陸路通道，一旦巴沙爾倒台，抵抗之湖便會被攔腰斬斷。在巴沙爾政權丟掉70%國土、瀕臨崩潰的時刻，哈梅內伊做出了全力介入的戰略決策，再次委派蘇萊曼尼統籌聖城軍赴敘作戰，向敘利亞提供了150至200億美元的資金與物資援助，統籌協調3至5萬名伊朗軍事顧問、革命衛隊人員，以及受伊朗支持的外籍什葉派民兵赴敘參戰，1000餘名伊朗革命衛隊官兵在敘利亞陣亡。2015年，在伊朗的積極協調與推動下，俄羅斯正式出兵敘利亞，俄伊聯手幫助巴沙爾穩住了局面，最終贏得了內戰的主動權。伊朗也通過這場戰爭，在敘利亞建立了多個軍事據點，部署了大量導彈與無人機，
直接威懾以色列本土，將抵抗之湖的前沿堡壘推進到了以色列家門口。穩住叙利亞局勢後，哈梅内伊又将目光投向了阿拉伯半島南端的也门。伊朗早在21世紀初就已與胡塞武裝建立聯繫，2010年前後正式加大扶持力度。2014年，胡塞武裝攻占也門首都薩那，推翻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後，哈梅内伊进一步擴大支持規模，向胡塞武裝提供了大量資金、武器、無人機與彈道导彈技術，幫助其頂住了沙特領導的多國聯軍長達8年的軍事干預。胡塞武裝不僅越打越強，還不斷向沙特本土發動導彈與無人機襲擊，多次打擊沙特核心石油設施，讓沙特投入超2000億美元卻一無所獲，最終被迫簽署停戰協議。通過胡塞武裝，伊朗在沙特家門口擁有了強力盟友，更實現了對全球核心石油航道曼德海峽的影響力輻射，讓美國與整個西方世界都無法忽視伊朗的地區力量。除此之外，哈梅内伊還將抵抗之湖的反以陣線延伸到了巴勒斯坦，長期向傑哈德提供穩定的資金、武器與戰術培訓。對哈馬斯的支持則根據雙方合作關係動態調整，讓伊朗成為中東伊斯蘭世界反以運動的核心力量之一。到2020年前後，哈梅內伊用30餘年時間完成了抵抗之湖的全面布局，打造了一個橫跨中東、擁有數十萬武裝人員的龐大戰略聯盟。這個聯盟徹底改寫了中東格局。在此之前，中東是美以單邊主導，伊朗被孤立在波斯灣角落。在此之後，伊朗的勢力輻射中東多個核心區域，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基地、以色列的本土、海灣國家的核心能源設施，全部處在伊朗及其盟友的打擊範圍之內，美以再也無法在中東為所欲為。哈梅內伊以1000億級以內的戰略投入，讓伊朗從地區邊緣國家成長為中東地緣格局的核心主導者之一，徹底撼動了美以對中東長達數十年的單邊控制權。從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1980年美伊正式斷交反目，到2026年哈梅內伊在美以空襲中身亡，47年間，伊朗與美以的對抗從未停止。1989年就任最高領袖後，哈梅內伊始終是這場對抗中伊朗的核心決策者，也成為美伊眼中最危險的敵人。在他執政的37年裡，有4次關鍵對抗，徹底改變了中東的走向。第一次是2001至2009年，小布什政府的邪惡軸心論調與戰爭威脅。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開啟全球反恐戰爭。2002年1月，小布什在國情咨文中將伊朗、伊拉克、朝鮮列為邪惡軸心。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薩達姆後，10幾萬美軍分別駐紮在伊朗東西兩側的阿富汗、伊拉克，對伊朗形成夾擊之勢。美國國內鷹派紛紛呼籲下一個就是伊朗。面對滅國級的戰爭威脅，哈梅內伊展現了極高的政治智慧，一方面通過歐盟與美國展開談判，暫停鈾濃縮活動，避免給美國動武的借口；另一方面全力介入伊拉克局勢，屆時扶持什葉派力量深度參與伊拉克政權組建，讓美國深陷伊拉克戰爭泥潭，根本無力再發動一場新的戰爭。到2009年小布什卸任，美國在伊拉克付出了慘痛代價，卻始終無法對伊朗動武。哈梅內伊成功扛住了最危險的一次戰爭威脅。第二次是2011至2020年，阿拉伯之春與敘利亞內戰的戰略博弈。美國、沙特、以色列借着阿拉伯之春的浪潮，試圖推翻巴沙爾政權，斬斷伊朗的抵抗之湖。在巴沙爾政權丟掉70%國土、瀕臨垮台的時刻，哈梅內伊不惜血本全力介入敘利亞內戰，
最終聯合俄羅斯保住了巴沙爾政權，不僅沒有讓抵抗之湖斷裂，反而讓伊朗的勢力在敘利亞徹底站穩了腳跟，影響力進一步擴大。第三次是2018至2020年，美國退群，極限施压與蘇萊曼尼之死。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協議後，對伊朗發動了史上最嚴厲的極限施壓，試圖通過摧毀伊朗經濟迫使其屈服，甚至引發政權更迭。但哈梅內伊始終拒絕妥協，以2012年批准、2014年正式發布纲領的抵抗型經濟戰略推動國內自給自足，同時分階段突破伊核協議限制，加速推進核計劃。2020年1月，美軍炸死伊朗革命衛隊聖城軍司令哈梅內伊的核心親信蘇萊曼尼，是對伊朗最嚴重的挑釁，也是對哈梅內伊的直接挑戰。哈梅內伊親自下令，伊朗革命衛隊向美軍驻伊拉克基地發射彈道導彈報復。最終，特朗普政府選擇隱忍，沒有發動軍事報復。全世界都看到了伊朗的底氣與哈梅內伊的強硬。第四次是2023至2026年，巴以衝突升級與最終遇襲。2023年10月，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引發新一輪巴以大規模衝突。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平民傷亡，中東伊斯蘭世界反以情緒空前高漲。哈梅內伊領導的伊朗成為了反以運動的核心，其長期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紛紛發起針對性打擊，以色列北部邊境、紅海航道、美軍中東基地接連遭受衝擊。美以將這一切歸咎於伊朗，內塔尼亞胡多次表示要對伊朗發動打擊。美國也認為哈梅內伊領導的伊朗已成為其在中東利益的最大威脅。2025年6月，美以空襲伊朗核設施後，雙方衝突全面升級，和平談判通道徹底關閉。2026年2月28日，美以發動斬首行動，炸死了哈梅內伊，為他主導37年的伊朗對美以對抗生涯畫上了慘烈的句點。哈梅內伊的突然離世震動全球。他不僅僅是伊朗的最高領袖，更是伊朗國內什葉派的核心宗教權威，中東什葉派反美反以陣營的絕對核心，是當前中東地緣格局最重要的塑造者。他的離世意味着他主導塑造了37年的中東地區博弈格局被徹底打破，整個中東將進入充滿不確定性的動盪時代。首先，伊朗國內面臨前所未有的權力交接危機。哈梅內伊是伊朗獨一無二的存在，他是革命元勳，經歷了兩伊戰爭的生死考驗，執政37年，積累了無人能及的威望，足以平衡國內所有派系。而如今的伊朗，沒有任何一個人擁有他這樣的資歷與權威。未來的伊朗大概率會出現派系鬥爭加劇、權力分散的局面，甚至陷入內鬥與動盪。其次，哈梅內伊一手打造的抵抗之湖，面臨陣線鬆動、凝聚力大幅下滑的巨大風險。這個聯盟的核心是伊朗的國家戰略支持，教派認同是核心紐帶，而哈梅內伊是這個聯盟的最高決策者與操盤手。如今他突然離世，伊朗國內陷入權力交接，未來新的最高領導層是否會繼續不遺餘力地支持這些武裝組織，還是未知數。失去伊朗的穩定支持，這些武裝力量的實力將大幅削弱，甚至可能被美以各個擊破。第三，中東維持多年的伊朗、沙特、什葉派、遜尼派的戰略軍事被徹底打破。2023年，在中國斡旋下，伊沙實現歷史性和解，中東出現了難得的和平曙光。但哈梅內伊的離世，讓這種來之不易的緩和趨勢面臨巨大的逆轉風險。如果伊朗國內動盪，沙特等海灣國家很可能趁機介入，
削弱伊朗地區影響力。如果伊朗發動全面報復，沙特等國很可能被捲入戰爭，中東將再次陷入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全面對抗。最後，美以的中東戰略也走到了十字路口。炸死哈梅內伊，看似完成了美以謀劃多年的針對伊朗核心決策者的斬首行動，卻也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以色列很可能趁伊朗權力交接的混亂，發動更大規模的軍事打擊，試圖徹底摧毀伊朗核計劃，打擊伊斯蘭政權根基。而美國則陷入兩難，全面介入將再次深陷中東泥潭，無法實現戰略重心向亞太的轉移；不介入則可能面臨伊朗的全面報復，其在中東的霸權體系將遭受嚴重衝擊，甚至面臨崩塌風險。更重要的是，哈梅內伊的離世很可能激發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反美反以情緒，讓中東陷入更大規模的混亂與極端主義浪潮。回顧哈梅內伊的一生，他的人生軌跡串聯起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從誕生、艱難生存到成長為中東強國的完整歷程，更是中東半個世紀風雲變幻的縮影。他從一個清貧的宗教少年，成長為執掌伊朗37年的中東強人。他用一生的時間，讓伊朗在西方的全面封鎖下站穩腳跟，成為中東地區無法被忽視的力量。他在國家層面與美以博弈對抗了40餘年，最終死於美以的空襲，為自己的一生畫上了悲壯的句號。無論世人如何評價他，都無法否認，他是過去半個世紀裡中東地區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用自己的一生深刻改變了伊朗，也徹底重塑了整個中東的格局。如今，哈梅內伊的時代隨着德黑蘭的内生劇想徹底落幕，但他留下的伊朗，他打造的抵抗之湖，他塑造的中東格局，並不會隨着他的離世而消失。他的離去不是這場博弈的終點，而是一場更大風暴的起點。未來的中東是走向全面戰爭，還是迎來新的和平？伊朗的伊斯蘭政權是會延續還是崩塌？美國在中東的霸權是會徹底瓦解還是捲土重來？這一切都將在哈梅內伊留下的遺產之上慢慢揭曉答案。